新婚当夜，身为太傅之女的妻子，冷冷告诉我，她绝不为我诞下一儿半女，只因她心里有个描绘，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白月光表哥。我笑了，第二天直接一纸和离书告上宗正寺，不生那就滚。红烛烧得正旺，映得满是喜庆。我晋安侯府世子方圆今日奉旨成婚，而我的新婚妻子，当朝太傅的独女柳如烟，此刻正端坐在妆镜前，连凤冠霞帔都未曾卸下。她没有看我，只是看着镜中的自己。方圆，我只说一次，你听清楚，我柳是女儿，此生绝不与他人共侍一夫。我停下解开腰带的手，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继续说道，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精准地扎向我的心口。你若想要子嗣传承香火，大可休了我另娶，或者你若舍不得太傅府的权势，也可以将别的女人养在外面，生下来的孩子记在我名下，我可以当成亲生的抚养。但此生我柳如烟绝不会为你诞下一儿半女。空气死一般寂静，我看着她，这个我名义上的妻子，这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女人，在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时代，在她我新婚的洞房花烛夜，她的话像是一纸休书，直接甩在了我这个未来侯爷的脸上。她不是在拒绝我，她是在将整个晋安侯府的未来，我方家列祖列宗的传承，狠狠地踩在脚下。我胸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柳如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她从镜子里抬起眼，看向我，眼神里没有新嫁娘的娇羞，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清高和冷漠。我当然知道，我以为你会懂。懂？我怒极反笑，我该懂什么？懂你柳大小姐清高脱俗，不屑于为我这个武夫传宗接代。我只问你，此事为何婚前不言？他被我问的一滞，眼神闪躲了一下。婚前我父亲不会同意的，所以你就把整个晋安侯府当成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柳如烟，你是不是以为仗着你父亲是当朝太傅，是帝师，这桩婚事成了定局，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我逼近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可知七出之条，无子变为首罪，你今夜这番话，我随时可以休了你。他脸色瞬间煞白，嘴唇紧紧抿着，却依旧强撑着不肯低头。你不敢！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挑衅。我们两家联姻惊动了整个京城，陛下亲自赐婚，你若敢休我，就是打我父亲的脸，就是打陛下的脸。好一个太傅之女！我盯着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我再问你一件事，若当初我侯府上门提亲，不求娶你为正妻，只许你做妾，你可愿意？柳如烟的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白。愿意？他怎么可能愿意？堂堂太傅之女，京城有名的才女，去做妾，那比杀了她还难受。可若是不愿意，那他今夜这番不为生子的言论又算什么？不为侯府绵延子嗣，却又非正妻之位不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说不出来了。我冷笑一声，转身走到桌边，倒了一杯冷茶，一饮而尽。柳如烟，收起你那套可笑的说辞，你想要的不过是晋安侯府世子妃的尊荣地位，却又不想尽一丁点身为妻子的本分。你不是清高，你是自私。他被我说得浑身发抖，眼眶瞬间就红了，泪水在里面打着转。你这个粗鄙武夫，你懂什么？你只知传宗接代，像牲口一样。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情爱，什么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咀嚼着这几个字，觉得无比的讽刺。正在这时，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小丫鬟慌慌张张的从外面跑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木匣子。小姐，萧公子托人送来的信。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屋里剑拔弩张的气氛，吓得立刻闭上了嘴，手足无措的站在那里。柳如烟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我走过去，从那吓傻了的丫鬟手里拿过木匣子，当着柳如烟的面直接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信纸。我随手抽出一张，上面的字迹清秀，但内容却让我几欲作呕。无烟无爱，文辱将嫁，无心如刀绞。方圆一介武夫，粗鄙不闻，岂知怜香惜玉。他娶你，不过为侯府传续香火，视你为生育工具耳。此等俗人，焉配与你共度此生？然木已成舟，唯望卿坚守本心，莫为世俗所染。切记，我与你神交已久，心意相通，此乃一生一世一双人之真意，非凡夫俗子所能解也。信的落款是萧畜生。
我捏着那张信纸，气得手都在发抖。萧处生，这个名字我有所耳闻，一个靠着几句酸诗混迹京城，自诩风流的所谓才子，听说还是我这位新婚妻子的远房表哥，青梅竹马。原来这就是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源头，原来这就是他敢在新婚之夜对我叫板的底气。一个婚前就与外男频繁通信，被灌输这些虚妄图景的女人，现在居然有脸在我面前谈什么清高。我将那封信狠狠摔在柳如烟的脸上。这就是你的底气，一个只会写几句酸诗，连功名都考不上的穷酸秀才。他教你坚守本心，就是教你在新婚夜羞辱自己的丈夫，践踏夫家的尊严。他跟你谈神交，谈心意相通，却眼睁睁看着你嫁给我这个粗鄙武夫。他怎么不来抢亲？怎么不带你私奔？他连上门提亲的勇气和聘礼都没有。不许你这么说他！柳如烟尖叫起来，冲过来想抢夺那些信件，眼中满是疯狂。你懂什么？你这种人永远不会懂。我看着他护着那些信件，如同护着什么绝世珍宝的样子，心中最后一点情分也消失殆尽。我累了，不想再和这个活在自己幻想里的女人多说一个字。好，我不懂。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转身大步走向门口。你想去哪？柳如烟在我身后喊道。我没有回头，去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地方。我直接去了书房。夜深了，我却毫无睡意。我让下人磨墨铺纸，烛光下，我一笔一画写下了和离书3个大字。写完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盖上了我的私印。做完这一切，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一夜未眠，但精神却异常清醒。管家方伯敲门进来的时候，看到我眼下的青黑，吓了一跳。世子，您这是？方伯，我打断他，将写好的和离书递给他。备车，去宗正寺。宗正寺掌管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家族内部事务的衙门，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袭爵除名，都需在此处报备画押，方能生效。去那里，只有一个目的，让这桩荒唐的婚姻彻底结束。方伯看着我手里的和离书，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世子，万万不可啊！这可是新婚第2天，您和世子妃、太傅大人那边如何交代啊？交代？我冷笑，我还需要向他交代？他女儿在新婚之夜亲口对我说，绝不为我方家诞下一儿半女。方伯，你告诉我，我该如何向我方家的列祖列宗交代？方伯瞬间哑口无言，脸上的震惊变成了愤怒。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太傅府欺人太甚，所以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件事不必再劝，你现在就去准备。另外，派人去一趟衙门，将我的户籍文书取来，我要在今天之内办完所有手续。方伯知道我的脾气，叹了口气，领命而去。我换下喜服，穿上我的朝服，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等待着。没过多久，我父亲晋安侯方震闻讯赶来。他一进门，就看到桌上的另一份和离书抄本，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元儿，怎么回事？我站起身，将昨夜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任何隐瞒。父亲听完，气得一掌拍在桌子上，上好的紫檀木桌发出一声巨响。混账东西！柳文道那个老匹夫就是这么教女儿的，把我们晋安侯府当什么了？晋安侯府世代镇守边疆，靠的是赫赫战功才有了今天的地位。我父亲更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铁血将军，最重规矩和传承。柳如烟的行为无疑是触碰到了他最大的逆鳞。父亲，孩儿主意已定，今日必须和离。我躬身说道。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你可想清楚了？柳文道是当朝太傅，帝师之尊，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此刻与他撕破脸，与我侯府并非好事。父亲，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孩儿知道，但侯府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他不愿生子，我便不能强求，但我晋安侯府绝不能断了香火。长痛不如短痛，今日和离，对所有人都好。至于太傅那边，我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教出这样的女儿，毁了2家姻亲，是他理亏在先。他若还想要脸面，就不会把事情闹大。父亲定定地看了我许久，最终长叹一口气，点了点头。好，不愧是我方震的儿子，有担当。此事为父支持你，你放手去做，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有了父亲的支持，
我心中再无任何顾忌。柳如烟那边也很快收到了消息，她大概是以为我睡在书房是闹脾气，一早便让丫鬟炖了燕窝粥，准备给我送来，想给我个台阶下。结果她等来的不是我的回心转意，而是宗正寺官员冰冷的传唤。当宗正寺的官员出现在新房门口，宣读传唤文书时，柳如烟整个人都懵了。她端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燕窝粥，呆呆地站在原地，漂亮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合理，她喃喃自语，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不可能，这不可能。陪嫁过来的丫鬟婆子们也都吓得面无人色，跪了一地。新婚第2天，世子爷就要闹到宗正寺去和离，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耻大辱。柳如烟终于反应过来，她猛地将手里的碗摔在地上，瓷器碎裂的声音尖锐刺耳。方圆，你给我出来！她发疯似的冲向书房，我早已等在门口。她看到我，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冲过来抓住我的衣襟，眼睛通红。方圆，你疯了是不是？为了逼我就范，你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闹到宗正寺，我们两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直到此刻，他依然认为这只是我逼他屈服的手段。我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波澜。我轻轻的将他的手一根一根的从我衣襟上掰开。柳如烟，我没有在逼你，我是在成全你。你不是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妈，你不是不愿为我生儿育女吗？我放你自由，让你去追寻你想要的爱情，不好吗？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气得浑身发抖。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怕得罪你父亲？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柳如烟，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也太小看我方圆了。我晋安侯府世代忠良，满门英烈，靠的不是裙带关系，不是谁的脸色。我方圆的妻子可以不美，可以无才，但必须懂得孝悌，明白事理，与我同心同德，共担家族荣辱。而你不配。宗正寺的官员还在等着，换身衣服，我们过去吧。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不再看他一眼。去宗正寺的路上，我们分成2辆马车，一路无话。京城的街道上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晋安侯府世子和太傅之女新婚次日便闹上宗正寺，这样劲爆的消息，想瞒也瞒不住。我能想象此刻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在踏入宗正寺那高大肃穆的门槛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那还是3年前的皇家秋猎，我与几位将门子弟纵马追逐一头吊睛白额虎，那畜生凶猛异常，眼看就要伤到圣驾。危急关头，一道红色的身影比我还快，张弓搭箭，一箭封喉。那人是镇国将军沈孝的幼女沈幼楚，她当时一身劲装，手持长弓，立于马上，英姿飒爽，眉宇间是与寻常女子截然不同的勃勃英气。看向我时，没有女儿家的娇羞，只是朗声笑道：方世子，你的剑慢了些。我没有恼怒，反而心生激赏，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除了欣赏之外的情感。只可惜后来我奉旨戍边，此事便再无下文。回京之后又被陛下赐婚，迎娶了柳如烟，造化弄人。我深吸一口气，将这些纷乱的思绪压下，迈步走进了宗正寺的大堂。宗正寺大堂之内，气氛庄严肃穆。宗正寺卿，一位年过花甲的皇室宗亲，正襟危坐于堂上，两旁是负责记录的官员。我父亲晋安侯和柳如烟的父亲，当朝太傅柳文道，分坐两侧。我父亲面沉如水，看不出喜怒，而柳太傅则是一脸的铁青，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身上，仿佛要将我凌迟。我目不斜视，走到大堂中央，躬身行礼：宗正卿大人，晋安侯府方圆，状告我妻柳氏如烟，夫妻不协，恐误子嗣，请旨和离。满堂皆惊，谁也没想到我会把话说得如此直白，不留一丝情面。恐误子嗣，这理由在任何一个勋贵之家都不能容忍。柳太傅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指着我，气得胡子都在发抖。方圆，你血口喷人！小女昨日才嫁入你侯府，你今日便以无子为由状告于他，简直是欺人太甚，天理何在？太傅大人稍安勿躁。我转身对着他微微躬身，我并非状告令爱无子，而是他亲口所言，此生绝不为我方家诞育子嗣，此事可请令爱亲自上堂对质。柳太傅的脸色一僵，他猛地回头看向刚刚被带上来的柳如烟。柳如烟还穿着那一身华贵的衣裙，只是神情有些憔悴，
他走进大堂，看到这般阵仗，尤其是看到他父亲那要吃人的眼神，明显有些慌了。但当他的目光与我对上时，那丝慌乱又被强行压了下去，转而变成一种带着怨恨的倨傲。他大概还在以为我是在演戏，是在逼他低头。柳氏如烟，堂上的宗正卿开口了，声音威严：“方世子所言是否属实？你可曾对他说过，不愿为侯府诞育子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柳如烟身上，他咬着嘴唇，沉默不语。承认就是坐实了自己，不笑不替，让太傅府颜面扫地；否认那就是欺君罔上，当堂撒谎。而且以我的性格，他知道我绝对会拿出证据来。柳太傅看着女儿的样子，心里已经凉了半截，他痛心疾首地道：“怡儿，你糊涂啊！”柳如烟身子一颤，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但他依旧没有开口，他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祈求，一丝倔强，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后悔。他希望我能在此刻见好就收，给他一个台阶下。可惜他打错了算盘，我没有再理会他的眼神，而是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户籍文书，以及那封我亲手写的和离书，双手呈上：“宗正卿大人，此乃我的户籍文书与和离书，我与柳氏志不同，道不合，强行捆绑，只会是两相折磨。晋安侯府不能无后，我方圆也不能做一个不孝之人，恳请大人恩准，今日和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当那盖着晋安侯府大印的户籍文书和牵着我名字、按着我手印的和离书被官员呈到柳如烟面前时，他眼中那最后一丝笃定终于哗啦一声彻底碎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两份文书，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那眼神从惊愕到慌乱，最后化为了铺天盖地的恐惧与后悔。他终于明白，我不是在演戏，我是来真的。就在柳如烟失魂落魄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下人打扮的人匆匆从堂外跑了进来，在他身边的丫鬟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丫鬟听完，脸色一变，赶紧凑到柳如烟耳边，将话传了过去。我离得不远，隐约听到了几个字：“萧公子演戏，欲擒故纵，挺住。”我心中冷笑，萧畜生，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到了这个时候还在用他那套自以为是的才子心计来揣度我。他以为我是那种为了拿捏女人不惜闹上公堂把脸面当戏的男人，他把所有人都当成了他那种只会玩弄心机和嘴皮子的废物。可悲的是，柳如烟信了那几句传话，仿佛一剂强心针，让他瞬间找到了主心骨。他原本已经开始崩溃的情绪奇迹般的稳定了下来，苍白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血色，眼神也再次变得坚定，甚至带着一种我已看穿你的傲然。方圆，你的把戏该结束了，我已经识破了你的欲擒故纵，我不会再让你得逞。他直起身，拿起桌上的毛笔，看都没看和离书上的内容，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柳如烟。那三个字写得力透纸背，带着一股决绝的狠劲。签完字，他将笔重重一放，抬起头挑衅地看着我。他等着我勃然大怒，等着我后悔莫及，等着我冲上去撕掉那份和离书，然后向他低头认错。柳太傅看到女儿签字，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晕过去，被下人手忙脚乱地扶住。我父亲则是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赞许地看了我一眼。堂上的宗正卿深深地看了柳如烟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惋惜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拿起朱笔，在两份和离书上重重地盖下了宗正司的官印。礼毕。随着宗正卿话音落下，一切尘埃落定，我与柳如烟从此再无关系。我走上前，从官员手中接过那份属于我的和离书，转身便走，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柳如烟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她预想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我的暴怒，没有我的后悔，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我就这样拿了和离书，转身就走，仿佛只是办完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方圆，他终于慌了，从椅子上站起来，冲着我的背影尖声喊道：“我脚步未停，你站住！方圆，你给我站住！”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冲到大堂门口。他想要追出来，却被宗正寺的侍卫拦住。柳小姐，手续已毕，方世子与你已无瓜葛，还请自重。我走下宗正寺的台阶，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我感觉压在心口一整夜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刚出大门，管家方伯就快步迎了上来，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他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道：“世子，刚才镇国将军府的右储小姐差人送来了一样东西。”说着，他递过来一个卷轴。沈小姐说：“这是您之前一直念叨的西域良居图谱，她好不容易才托人寻来的，还说无论何时，大丈夫都应纵马快意，驰骋千里。”我接过方伯递来的卷轴，缓缓展开，画卷上一匹神骏的汗血宝马跃然纸上，线条流畅，笔触刚劲，将那宝马的肌肉、骨骼和桀骜不驯的神韵描绘得淋漓尽致。在画卷的右下角，有一行清丽而不失风骨的小字：“赠方元兄，愿君前路，再无羁绊，唯余快意。”落款是沈右楚，这是他的笔记。我记得3年前秋猎之后，我曾与他有过几次书信往来，谈论的都是兵法韬略、战马名车。我曾无意中提过对传说中的大渊马心向往之，只可惜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他一直记在心里，更没想到他会选择在今天这个我人生中最狼狈也最决绝的时刻，送来这样一份礼物。愿君前路，再无羁绊，唯余快意。这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一种懂得。他懂我的困境，懂我的抉择，也懂我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同情，不是安慰，而是一份来自同路人的支持和肯定。我望着那清丽的字迹，连日来的烦躁和怒火仿佛被一阵清风拂过，瞬间平息下来。我的嘴角不受控制的微微上扬。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柳如烟凄厉的哭喊声：“方圆，你不能走，你回来！”我回头看见他被侍卫拦在宗正寺的大门口，发髻散乱，妆容枯花，哪里还有半点太傅之女的端庄仪态。他看到了我手中的画卷，看到了我脸上那抹发自内心的笑意。那一瞬间，他脸上的所有血色都褪尽了。他不是傻子，他能看出那画卷的精致，更能看出我此刻心情的舒畅。他终于明白了，我不是在欲擒故纵，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急着摆脱他，不是为了逼他就范，而是因为我的前路早已有人在等。那个叫萧处生的蠢货，那些关于演戏的传话，那些他自以为是的看穿，在这一刻都成了天大的笑话。是他亲手把晋安侯府世子妃这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位置当成垃圾一样丢掉。是他亲手在和离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斩断了所有的退路。不可能。他喃喃自语，身体晃了晃，几乎要站立不稳。悔恨、恐惧、绝望，种种情绪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方圆，他用尽全身力气再次尖叫起来：“我错了，我后悔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为你生孩子，我什么都愿意。”他的哭喊声引来了街上所有人的侧目，无数道目光带着鄙夷、嘲讽和看好戏的幸灾乐祸落在了他的身上。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再无一丝波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将图谱小心地卷好，递给方伯：“走，回府。”我翻身上马，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马蹄声哒哒地响起，清脆坚定。前路已断，但归途早已明朗。身后是柳如烟彻底崩溃的哭嚎，而我正奔赴我的心声。我与柳如烟新婚次日便闪电和离的消息，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京城。这桩本被视为强强联合的政治联姻，以如此戏剧化和不体面的方式收场，瞬间成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最大谈资。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有人说我方圆蛮横霸道，不怜香惜玉，让太傅之女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更多的人在得知柳如烟不愿生子的内情后，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我们这边。在这个以家族传承为天理的时代，一个女人的首要职责就是开枝散叶。柳如烟的行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不可饶恕的原罪。一时间，太傅府成了众矢之的。柳文道太傅气得当场吐血，一病不起，闭门谢客。据说他在家里大发雷霆，将柳如烟最心爱的古琴都给砸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不孝女，家族罪人。柳夫人终日以泪洗面，抱着女儿哭诉，说她好好的前程怎么就自己给做没了。整个太傅府愁云惨淡。柳如烟被父亲禁足，从前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鼠帕娇、才子佳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的他
是全京城的笑柄，是一个被夫家休弃的弃妇，谁还敢跟他沾上关系？唯一还在支持他的，恐怕只剩下那个萧出生了。他托人偷偷给柳如烟送去信件，信里依旧是那些空洞的安慰：言而莫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方圆俗物，配不上你的风骨，挣脱牢笼，方得自由。你我之心从此更近。若是以前，柳如烟看到这些话，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引为知己。但现在经历了从云端跌落泥潭的巨大落差，再看这些不痛不痒的酸腐文字，他只觉得无比的空洞和可笑。自由，他现在是自由了，可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是家族的蒙羞，是父亲的失望，是母亲的眼泪，是世人的嘲讽，是自己一眼望不到头的灰暗未来。而那个口口声声说与他心意相通的萧楚生，除了会写几封信，还能为他做什么？他能挽回他的名声吗？不能。他能平息他父亲的怒火吗？不能。他能给他一个堪比晋安侯府世子妃的未来吗？更是天方夜谭。巨大的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柳如烟的心，他开始疯狂地想念那座他只待了一晚的晋安侯府，想念那个他曾经不屑一顾的男人。他后悔了，后悔自己当初的愚蠢和偏执，后悔听信了萧出生的鬼话，后悔在新婚之夜说出了那番决绝的话，更后悔在宗正寺亲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我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回到侯府，父亲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拍着我的肩膀，大加赞赏，说我做得对，有方家男儿的血性。朝堂之上，虽然有几个柳太傅的门生想借机弹劾我，有亏德行，但立刻就被我父亲和几位军中宿将给对了回去。夫妻不协，恐误子嗣，方圆为保家族传承，快刀斩乱麻，何错之有？难道非要等到年过三旬，膝下无子，再去哭诉无后之苦吗？那才是对家国最大的不负责任。这番话掷地有声，堵得那些言官哑口无言。连陛下听闻此事后，也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少年夫妻意气用事，可惜了，既已和离，便各自安好吧。没有偏袒，也没有责罚，这场风波以一种远超所有人预料的速度平息了下去。我方圆不仅没有因为休妻而名声受损，反而因为处事果断，重视传承，在京城勋贵圈子里收获了更多的认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做出了最符合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正确选择。而柳如烟则因为他的离经叛道被整个世界所抛弃。风波平息后的第3天，我备上厚礼，亲自登门拜访镇国将军府，名义上是感谢沈右楚小姐赠送图谱。沈孝将军亲自接待了我，他是个和我父亲一样从战场上走下来的铁血汉子，性格爽朗，不拘小节，方贤直。客气什么？你和右楚是同龄人，他那丫头就喜欢舞刀弄枪，画些战马，你们有共同话题，多走动走动是好事。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很显然对于我果断和离这件事，他也是赞同的。我们这些将门世家最看重的就是血脉和传承，最厌恶的就是柳如烟那种拎不清的矫情做派。寒暄过后，沈将军便借口军务，把空间留给了我们年轻人。在将军府后院的演武场上，我再次见到了沈右楚。他今天没有穿女儿家的裙装，而是一身利落的红色旗装，长发高高竖起，手中握着一把长鞭，正在训练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看到我来，他停下动作，翻身下马，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点拖沓。方世子，他朝我抱了抱拳，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脸颊因为运动而泛着健康的红晕，一双眼睛明亮如星。沈小姐，我还了一礼，将手中的礼物递上，多谢你前几日所赠的图谱。方圆感激不尽，一卷图谱而已，何足挂齿。他接过礼物，随意的放在一旁，目光落在我身上，坦荡而直接。我听说了你的事，你做得对，没有拐弯抹角，没有虚伪客套，一句话就表明了他的立场。我心中一暖，笑道：能得沈小姐一句做得对，胜过千言万语。我只是觉得夫妻本是同林鸟，当共同承担风雨，而不是一方拖着另一方的后腿。他看着我，认真的说道：晋安侯府世代忠烈，香火传承是头等大事，他不懂，是他的损失。他的坦诚和通透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他交谈，不需要费心去猜他话里的意思，也不需要担心他会突然冒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念头。
我们的价值观是如此的一致。沈小姐说的是。我看着她，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不知沈小姐对未来的夫婿有何期许？问出这句话，我便有些后悔，感觉太过唐突。没想到沈右楚却只是坦然一笑，回答的干脆利落。我的夫婿，首先他必须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有担当，有抱负，能保家卫国。其次，他要懂我，懂我的刀枪，懂我的战马，懂我心中那份不输男儿的家国大义。至于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我一窍不通，也不甚在意。若能两情相悦，固然是好；若不能，只要能相敬如宾，共同撑起一个家，为家族开枝散叶，尽到自己的本分，便也足矣。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这才是将门虎女该有的样子，这才是能与我并肩立，共担荣辱的妻子。我看着他明亮的双眼，心中一个念头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沈小姐，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看着她。若我方圆想做那个与你相敬如宾，共撑门户，开枝散叶的夫婿，你可愿意？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沈右楚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那双总是坦荡明亮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属于女儿家的慌乱和羞涩。她脸颊的红晕从耳根一直蔓延到了脖梗，但她没有躲闪，依旧直直地看着我。许久，她才轻轻地点了点头。我愿意。我向沈右楚求亲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我父亲和沈将军的口传到了陛下面前。这一次陛下龙颜大悦，好，好啊，将门对将门，方圆这小子有眼光，沈家这丫头朕也喜欢，这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圣旨很快就下来了，这一次的赐婚比上一次更加隆重，不仅赏赐了大量的金银绸缎，还亲笔提了佳偶天成4个字，命人制成牌匾，分别送往晋安侯府和镇国将军府。这是天大的荣耀，整个京城再次轰动了。但这一次没有人在看笑话，所有人的言语中都充满了祝福和艳羡。方家和沈家的联姻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强强联合。而那个曾经的世子妃柳如烟则被衬托得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迅速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我与沈右楚的婚期定在了3个月后。这3个月里，我时常去将军府拜访，我们一起骑马，一起射箭，一起讨论兵法。我们的感情在这一次次的交流中迅速升温。我发现他不仅有男儿的豪气，也有女儿家的细腻。他会记得我不喜欢吃姜，会在我练武后递上一块干净的汗巾，而我也会在他画马时为他研墨，在他练剑时为他递上剑矢。我们之间没有那些酸腐的诗词歌赋，没有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交，有的只是最朴实无华的陪伴和最心照不宣的默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和满足。就在我与沈右楚大婚的前3天，我收到了柳如烟的拜帖。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见她一面，就当是为那段荒唐的过去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见面的地点在京城外的一处凉亭，她比几个月前消瘦了许多，穿着一身素色的衣裙，脸上脂粉未施，显得憔悴而苍白。曾经那份高高在上的倨傲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卑微和悔恨。方圆，他见到我，嘴唇颤抖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听说你就要成亲了。是，我平静的回答。他，沈小姐，他很好，是不是？是，他很好。我的回答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哭得更厉害了。我错了，方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那么蠢，不该听信萧书生的话。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正妻之位，我给你做妾，为你生孩子，为你做牛做马，我都愿意。他哭着跪倒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看着他如今的样子，我心中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漠然。我轻轻掰开他的手，后退一步，与他拉开距离。柳如烟，太迟了。我的声音很轻，但却足以让他所有的哭声都停住。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当初是你亲口说不愿生子，也是你亲手签下和离书，路是你自己选的。吴方圆不是你可以随意丢弃又能召之即来的东西，晋安侯府的门楣也不是你可以肆意践踏又能回头祈求的庇护所。我看着他绝望的脸，继续说道，至于萧处生，我听说他因为攀附权贵不成，又被人揭发品行不端，已经被赶出了京城。你应该庆幸你没有真的和他
一生一世一双人，否则你的下场只会更惨。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离去。方圆，他在我身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我没有回头。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生。3天后，我大婚，10里红妆，鼓乐喧天。我骑着高头大马去迎娶我的新娘沈幼楚。当她盖着红盖头，由我牵着手走过晋安侯府的门槛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洞房花烛夜，红烛高燃。当我为她揭开盖头，她穿着凤冠霞帔，明艳不可方物。她看着我，眼中带着娇羞，却依旧不失坦荡。夫君，她轻声唤我，我握住她的手，郑重地对她说：幼楚，此后余生，你我夫妻一体，荣辱与共。她回握住我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眼中星光璀璨。荣辱与共，我笑了。我知道，我的归途终于到了，而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崭新的未来才刚刚开始。